郎红军的专业便是通讯工程，其中最擅长的便是卫星通讯。他原本是一个科技研发能力非常强的专业人才，但是苦于年纪已经有些偏大，再加上大多数通讯公司市场份额十分稳定，早已经进入坐收红利的阶段，不愿意投入太多成本在新技术的研发上，所以郎红军便一直没能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合适工作。其实对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来说，最伤心的不是被裁员，而是自己的满腔抱负找不到真正的用武之地。可是叶晨的这一番话却让他一下子有了莫大的鼓舞。叶晨只是随口一说，便下定决心要为万隆店搭建一套自己的卫星通讯系统，这个魄力确实十分罕见。而郎红军也一心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机会，施展出自己所有的能力与抱负，所以他整个人也显得十分激动与兴奋，几乎不加任何思索的便脱口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承蒙您瞧得起我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转而对一旁的万破军说道：“破军，郎老哥到了叙利亚之后，按税后年薪100万美元支付，另外因为那地方离家太远，每年再给50万美元安家费。如果项目进度保质保量，到时候还要发绩效奖金。”万破军立刻恭敬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安排妥当。”旁边的郎红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他连忙摆手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叶先生，我的命都是您救的，我怎么能再拿您的工资？这肯定不行，我刚才也说了，你只要管我吃住，剩下的我1分钱都不要。”叶晨摆摆手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老哥，你看，整个万隆店都效忠于我，如果我亏待了任何一个为我做事的人，以后我还怎么服众？你到了叙利亚之后，身边所有的万隆店成员都有薪资收入，唯独你1分钱都没有，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我？”郎红军急得有些冒汗，脱口道：“可是我总要报您救命之恩的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老哥到了叙利亚之后，可以全身心地放在工作上，将来用工作成果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这样才是最实在的方式。”说着，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：“这件事咱们就这么定了，你也不用再跟我多说，以后你的薪资就按月发放，但是这50万美元的安家费，我会让破军那边先行支付，这样你也能够先把家里的事情和难题解决一下。”郎红军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却根本发不出来，于是便控制不住地红了双眼。叶晨拍了拍他的胳膊，认真道：“老哥，你既然有这个能力，就要让老婆孩子还有年迈的母亲享享清福，50万美元先给他们，让他们把家里所有的困难一口气全部解决，让老人专心养老，让老婆专心照顾家庭，让孩子专心上学，这样你也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工作。”说着，叶晨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“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笔钱不但能解决他们的困难，也能让他们对你一个人在外工作更加放心，同时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，皆大欢喜啊！所以你就不要再拒绝了，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然后今晚就直接启程去中东。”郎红军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40岁的大老爷们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不停地往下滴。片刻后，他用手擦去眼泪，坚定不移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有的能力，尽我毕生所学，来回报您的这份大恩大德。”叶晨点头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就等于是答应了，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”说完，他对万破军说道：“破军，你安排老哥跟着大部队一起去叙利亚，等到了叙利亚之后，老哥这边要人你就解决人，要钱你就解决钱，要地你就解决地。
总之你要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同时又要给他所有的必须条件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造起一套万龙殿自有的卫星通讯系统。这样的话，将来万龙殿再也不用担心信息泄露的问题，而且100%可靠，将来一定会为万龙殿立下汗马功劳。好，属下明白。万破军此时也有些激动。虽说他经营万龙殿多年，但还从未想过能让万龙殿拥有自己的卫星通讯系统，这绝对是一个质的提升。由于郎红军答应了去叙利亚的邀请，叶晨便没有让他上大巴车，而是让万破军安排他与其他将士同乘其他车辆离开现场。这时万破军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我们的人已经发现了那个宗秋华的下落，他和他的姘头目前正躲在拉斯维加斯，只要把他抓回纽约，您岳母那边就能洗脱嫌疑了。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合适？宗秋华，叶晨微微皱了皱眉，问道：就是我岳母在纽约机场对接的那个人吧？对，万破军说道，那女人的本名叫黄秋芬，跟那个梅玉珍情况差不多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先盯紧她吧，我回纽约还有些事情要办，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等我需要的时候再把她抓回来。好，万破军点头道，那我就让手下24小时盯紧她，随时做好准备。叶晨微微颔首，问他：我岳母在里面情况还好吧？万破军尴尬地挠了挠头，道：这个叶先生，属下不知道怎么说。叶晨随口道：但说无妨。万破军咳嗽2声，说道：您岳母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，现在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乐不思蜀了。叶晨愣了愣，问他怎么回事。万破军倒是这样，您之前不是说让我派几名女战士去照顾她，所以她现在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里基本上是一人独大，不只是她所在的监视，就连贝德福德山惩教所其他的牢头狱霸现在也被他指挥着我们那3名女战士给治得服服帖帖了。我听手下汇报说，您岳母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头号人物了，没人敢挑战她的权威，而且她现在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还有个响当当的绰号。叶晨惊讶地问：什么绰号？万破军尴尬到贝德福特山，鬼见愁。擦，什么鬼？叶晨听得目瞪口呆，脱口问道：谁给起的？该不会是他自己吧？是，万破军讪笑道：叶先生英明，确实是他自己起的。